Hello， 大家好，我是郭班老师努隆基 Sam。今天是我们一言不合就还半岛的下集啦。第二天的早上呢，我起得比较早哦，因为今天跟这个我们的万店长，应该说万副理哦，约好了早上要在日月老茶厂见面，所以呢，我7点多就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没有人在柜台，所以就用这个自动的这个 check out 机哈，还蛮方便的，顺利的拿到了我的发票，也顺利的 check out 啦。来到饭店后面的停车场呢，看到我的 CB300R 的坐垫上，被这个小猫咪宠幸了哈，很多的脚印。这么多的摩托车，他就选中了我这台，是因为我这台比较好坐吗？还是这台比较帅呢？这就不得而知了啊。好，骑上了我的 CB300R， 出发。然后呢，趁着还有时间哦，那就把没有还完的这后半段的环湖道路把它骑完。哇，这个早晨呢，趁着这个阳光，骑在这个环湖道路旁，非常的惬意。经过这边是玄奘寺哦，那昨天有文武庙，今天有玄奘寺，反正都经过这些寺庙不过都没有进去看了。这个我的重点是放在环湖道路的骑乘，非常的舒服。来到这个地方，好像是叫做投射哦，这边有一个聚落，然后这边有好多的槟榔树哦。经过了这个隧道出来之后呢，哇，这边有一片树林哦，还蛮绿意盎然的。然后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啦，这边就是象山游客中心。哇，它的这个建筑物哦，很有设计感，是日本人设计的哦。来，赶快来这边照一张美照。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很想要到象山游客中心上面去看一看哦。不过呢，待会要赶着去日月茶厂跟万富里见面，今天就不过去啦。哇，来到这个地方，这边是我最喜欢的日月潭旁边的一段道路哦。这边湖跟这个自行车道还有马路靠得非常近，所以景色非常好。这边呢是叫做水社坝相信大家也都很喜欢这一段道路不过有点可惜啦，旁边不能停摩托车，不然我就下来走一走了。哇，晨光非常的漂亮。来到这边呢，可以说是日月潭周边最热闹的地方了，就是水社码头的商圈以前每次来日月潭呢，都是在这附近找地方住的这次呢就住在伊达邵。好，绕到这个地方来呢，跟水社码头照一张合照。后面那个高高的建筑物呢，就是日月行馆，非常高级的旅馆离开了日月潭呢，差不多在早上8点左右，就来到了这个日月老茶厂，跟我们的万富里见面啦。哇，原来这边呢是要早上来，阳光才会正好照在这个建筑物上面非常的漂亮，忍不住呢，赶快就来拍几张机车美照。今天万富里有上班，顺利的见到面了。然后万富里呢，非常的热心他亲自的帮我导览这个日月老茶厂，然后呢，不断的跟我说明他们这边的环境他们有做的一些规划这样的空间非常的热情，还帮我拍照。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解说吧。本来是三井农林，那国民政府接手，因为没有订单了。我说日本跟美国跟我们断交，对，所以这边的工厂跟业务就要找OEM代工，所以你有想到吧？曾经立顿跟 Twinings 这2大品牌在这边代工对OEM，真的我走过去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小故事好神奇。这是我们讲佛摩沙蒂，就是英国的商人那个陶德先生把迪化街的乌龙茶用佛摩沙蒂的名字，因为大航海时代，荷兰人荷兰人是叫佛摩沙，那时候没有台湾，没有台湾佛摩沙，所以外国人只记得佛摩沙，所以他们把乌龙茶、乌龙 tea 以佛摩沙的名字行销到
纽约、英国就是用这个名字。是。那您看哦，很好玩，这是完全外销的罐，才会教外国人怎么泡。然后你看，以前是台湾 China， 对不对？以前就是我们真的是中国，因为我们不能放弃那个。对，所以这就很怀旧的罐，代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离开联合国。是。所以我们自己会说我们是中国。是。你看台湾 Tea Corporation 就是我们公司的名字，叫台湾农乳。是。您再看这个 logo， 像不像台糖、台盐、台就有一个台铁、台茶。所以我们公司叫台湾农乳。台湾茶叶的最老牌的东西。是。所以这个柜子有很多故事可以讲。这个布袋。今天就要开动了。等一下就下去。其实早上已经投下来了。对，然后这个机器叫捷克蒂文，1938年的，所以是做阿萨姆曾经送给英国让国关。这个都叫结块，茶叶丝丝分明，然后呢，让揉出来茶是充分，然后又再倒进去，再揉一次。要补足它的揉捻。别说的，我们会分1区、2区嘛。用昨天的18红茶。谢谢万富里热情的接待哦。那带着满心的感谢，离开了这个台湾红茶的故乡鱼池乡，踏上了呢要正式前往武岭制霸的道路啦。那要去武岭制霸之前，先去填饱肚子所以再次的回到了埔里镇上啊，我们来吃吃看这边的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咸油条啦。虽然说这边是总店哦，不过其实它就是一个铁皮屋。然后我号码牌刚好拿到117，跟我的车牌一样。因为早上9点哦，天气已经蛮热了，所以我就没有在那边吃。我打算呢把它带上武岭那边吃哈。然后经过这个路口呢，就是有我们熟悉的台湾地理中心碑啊，昨天才来过的，它就在右手边。那这一段路哦，其实就已经是台14线了。那我们就沿着这个路继续的前进，越来越往深山里面，哇，这个视野也开阔了起来。来到这边是人指关1号民隧道啊。那以前呢，是因为人来到这边就要停止了，所以叫人指关。那现在道路有开发了，就可以继续前进啦。来到这个比较热闹的地方哦，其实这边是雾社。就是以前有那个雾社事件的地方，现在变得比较热闹了。然后来到这个路口哦，我们要小心，一定要走左边，就是台14甲这个道路。直走的话是台14线，会一直骑到庐山里面去了，奥万大那边哈。哇，回头就可以看到雾社水库，视野是很广了哈，不过觉得好像泥沙淤积的有点严重啊。经过这个塔洛湾餐厅哦，以前跟 Kelly 有来过的，这边也可以看得到这个雾社水库。哇，偶尔就可以这样子哦，在路边看到很宽阔的山景。然后呢，骑摩托车的好处就是啊，如果你觉得感觉这边好像很不错你就可以停下来，慢慢的欣赏一下风景再离开。来到这边呢，开始有一些餐厅了哦，他们主打的都是云南料理、南洋料理、百夷料理等等等等哈。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清境的范围了。清境其实不是一个行政区域哦，它只是一个地名。所以呢，当初有很多云南那一边的，可以说是逃难过来的先民们啦哦，他们就住在这个高山上啊。那这一边清境这个区域呢，就变成这样子的餐厅非常的多。来到这个地方呢，哇，一看风景非常好哦。
然后旁边还有那个机车停车格，反正没有人管了哈，我就暂时停在那一边。亲近高空观景步道啊，这个地方以前跟 Kelly 跟我的妈妈都有来过这边哦。我今天就不进去了，今天呢站在外面，把我早上买的那个普里咸油条把它吃一吃啊，在这边休息一下，蛮舒服。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好。本来想说会不会看到羊群哈，不过可能太热，他们都躲起来了啊。这边这个面包车哈，要左转啊，也不看一下后面，这个真的是还是要小心一点了哈。你这个稍微看一下，不会很麻烦嘛，是不是？这个是上武岭前最后一个加油站哦，如果没有油，记得要加一下。那这个是全台湾海拔最高的 7-Eleven， 然后旁边呢是比它再高一点点的全家便利商店。哎呀，这个一言不合就环半岛，果然是来得好哈！你就是要看天气很好的时候赶快出发，才有这样子的好天气啊。来到翠峰这个地方之后呢，就离武岭不远了哦。那左边这边就有看到很多的摊贩，他们都会卖一些农产品。来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啊，哇，看到好高的山，然后自己在好高的这个公路上面骑行。这个时候真的骑行不是只是一个移动的问题，真的是一个享受，忍不住啊就想要慢慢的骑，慢慢的享受这个过程。不知不觉慢慢的骑，就来到了这一个鸢峰观景台。那这边也是合欢山的所谓的暗空公园。这个晚上来看星星的时候你不能开灯的哦，不然的话会罚款。那这边离我想要去的这个昆阳停车场哦不是很远，所以我就没有停留了哦。所以呢，继续的来在这个高高的公路上面来前进。哇，来一趟这个清境武岭不容易啊，就是想要在这个公路上面慢慢的享受这个骑行的过程。骑车的本身也蛮有意思的，再加上这边的风景真的是绝妙啊，所以啊非常的享受。骑着骑着，终于看到了前面这边就进入了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范围了哦。这边有一个界碑，那再往前呢就是这个昆阳停车场，那我就把我的摩托车停在这边啦。赶快二话不说，先来拍一张纪念照再说哈。认证我有来过了合欢山咯，而且是骑摩托车上来的。下来这个转弯的空地哦，哇，发现是一个小天地耶，大家都会把车子牵过来，然后跟旁边这个新设立的这个幸福公路合照，然后也有人在这个大回旋的这个地方哦拍这个纪念照。哇，真的是蛮有纪念价值的，这样子的景色在这个平地上是看不到的哦。哇，大家看我后面的山，真的是很雄壮、很美丽啊。然后旁边这边的公路哦，我觉得也迂回的非常的漂亮。从上往下看，大家看那些公路哦，哇，这都是我刚才骑过来的路哎。后来呢，我也把我的 CB300R 牵下来，在这边呢拍了几张纪念照。从昆阳停车场往南这边看过去哦，哇，连绵的山脉，非常的壮观哈。那这一段主要就是骑来连峰哦，一直连到这个左下角有能高山这些地方。那从昆阳停车场往北看呢，哦，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武岭了。看那个山的棱线，已经可以看得到合欢山跟武岭那边了。那在武岭右边的小山丘呢，原来就是合欢山东峰啊。哇，从这边看过去，真的是很难得的风景啊！我骑了很久很久的摩托车，才能够这样子来远望武岭呢。
但武岭是在这边哦，那个有屋顶的是厕所。好，那最后的2公里这一段最精华的路段，我们就出发吧。哇，虽然我也知道我的片长已经非常长了，但是这一段的美景就是我最期盼能够骑过来的地方。虽然以前有开车来过，但是骑摩托车的这种经验啊，这次是真的是第一次，而且在很好的天气过来，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啊，很多的美景都舍不得剪掉，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看看这个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的植壁，这些的植物，这些都是在平地或是低海拔看不到的。终于来到了武岭停车场啦！进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打卡啊！虽然我是一个人来呢，但是不怕，有很多的车友都可以帮忙拍照。今天我终于武岭制霸啦，耶！拍完了机车美照之后呢，想说人都来了，还是要上去这个新建好的武岭亭看一下哈。那新建好的武岭亭，它的楼梯建得比较长，那也就比较缓，比较好爬。耶！我又收集到了一个台湾极点，这次是极高点。这个就是新盖好的武岭亭哦，上面比较宽广，比较可以容纳更多的游客上来拍照纪念。刚好有看到这个在高山很容易看到的小鸟哦，它是金翼白眉。哇，这边的风景真的是很棒。远远看过去哦，应该那边就是奇来连峰。然后前面是我最喜欢的路段，那好像有3个三角形的那3个山峰连接在一起，然后中间有一条公路，哇，看起来非常有意思。从这边看下去，停车场又有另外一种感觉哦。那右边这一侧呢，就是人家说的水晶宫，可能是冬天的时候很容易结冰，所以叫水晶宫吧。哇，武岭为了拍这张照片啊，我真的做了很多的准备，也刚好天公作美，我才可以赶快一言不合的就来环半岛啊。然后看到有脚踏车骑士从水晶宫那个方向骑过来，他们或许是从花莲来的吧，真的很厉害哈。离开的时候呢，刚好遇到他们，忍不住对他们比个赞啊，要为他们鼓励一下哈。那我就要继续踏上我的旅途啦，完成了这一次环半岛可以说最大的核心了哦，武岭。那接下来呢，就是要下山了哦，慢慢的就要从北边，就是慢慢的往宜兰那边来前进。完成了武岭的这一个我个人的壮举。那下山的这个路上呢，心情就轻松很多。那现在左边那边就是合欢山的游客中心，在这边一个左转就进入了花莲秀林乡的范围哦。那还是一样，就在这个合欢山这边而已。往前一点点就来到这个地方，这里呢是石门山的登山步道。那之前也跟 Kelly 跟我的妈妈有爬上去过哦，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的百岳了啦。那从那边再往前一点，就进入南投仁爱乡了。为什么就又一下进入花莲，又一下进入南投？这一边这一段的这个山路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从合欢山瞭望台那边开始往北骑，你就不知道要穿过花莲县跟南投县来来回回多少次。那后面我就不再一一标注了啦。哇，风景还是非常的漂亮。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那看到前面有车子停下来呢，按照惯例，这边应该风景不错，我也停下来帮我的爱车拍拍美照。哇，远方好像山谷里面已经涌现了云海了哦。虽然停下来等，云海可能会越来越靠近吧，不过这个路程啊，时间不够，我还是要出发了。
绕过这个法夹湾呢，发现呢，刚才有一些那个载客人的公车，他们好像停在这边休息。今天上来这个昆阳停车场啊，一直到武岭啊，其实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外国观光客特别多啊，可能真的是国境开放了以后，他们也忍不住想要来看看台湾的高山，这个真的是外国没有的哈。我有很多的韩国朋友啊，他们之前呢来过一趟台湾的这个武岭高山之后，他们说哇，以后不敢小看台湾了，因为韩国最高的山也只有1000多公尺啊。那来到这边呢，发现有黄色的这个护栏哦，跟我的车子还蛮搭的，又停留下来多拍了几张美照。哇，很难得的经验。那来到这个地方海拔比较低了哦，所以有比较热了，所以啊，就把刚才在山顶上面穿的这个羽绒背心把它脱下来啊，还有一些衣服把它脱下来，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再往前骑一点呢，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左转是往梨山，右转呢就是要往花莲，这里就是大屿岭啦。横躺在我前面这一条就是有名的台八线啊，中部横贯公路。那我今天呢是选择要走山路回去宜兰那边休息哈。穿过了这个合欢山隧道出来之后呢，又再次的进入了南投县的仁爱乡了。好，那就沿着台八线呢继续的来往前进。那这一段路上啊，动不动就可以看到参天巨木，哇，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哈。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很高的树木。好，经过了这一个界碑，就离开了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范围了。哇，还是有很多很大的巨木。然后来到了这个台八线的88公里处呢，我就停留下来拍几张纪念照，希望大家的人生都可以888发。一边欣赏着壮阔的山景，一边在这个公路上面前进，真的非常的舒服，非常开心。经过了这个转弯，就进入了台中市的和平区了。大家看那个路边有很多的果篮哈，就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以种水果为名的梨山啦。梨山这个地方呢，是张雨生的故乡，真的蛮难想象他从小在这边长大，后来呢，竟然书读得那么好，可以去考到政大，然后后来还在音乐界发光发热，真的很不错哈。那大家看这个路边呢，就有很多的果树了哦，这边果然是得天独厚啊，非常适合种水果。前面这边路牌说左边就是往福寿山农场的路哦，不过啊，这次还是无缘啦，希望明年的春天有机会我要来去千姻园来看一下哦。来到了梨山这边比较热闹的地方了哦，我想说要在全家便利商店来买一个饮料喝一下，带大家来开箱一下梨山的全家便利商店。虽然小小间的哦，不过该有的东西都有，所以在长途的旅程上，这是一个很好的补给站。出来的时候呢，看到这边有一只小狗哦，虽然它的毛色不是很讨喜的那一种，然后有点算流浪狗吧，所以也是这个毛脏脏的哦。但是你看它对任何事物都那么好奇，那么有活力的样子，就会觉得这样真的也蛮不错的。虽然它咬的东西都很脏了哈，人也是要常常保持活力，对不对？要常常去探索各式各样的你未曾经历过的事物，蛮不错的。
那梨山这边有做一个海拔1956公尺的观景台，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应该是簇树它不是枫叶，所以不是秋天，但是它是红色的，红红绿绿的，加上远方的山景，蛮漂亮的。这边有一个梨山宾馆是蛮有名的，盖得蛮漂亮的。不过我上去看了一下，现在好像是只有做餐厅的使用。旁边有一个苹果王子据说是呢融合了30种优秀的这个品种的特色在这一棵苹果树上，好厉害啊！梨山这个地方真的是风景很不错，我很喜欢只要那个苍蝇还有那个水果那个糖分的味道不要太重就好了好，再次的上路，旁边还是可以看到这边他们弄的观景台算是蛮用心的，都算蛮漂亮，特别是这个山景是得天独厚的。出发没有多久之后，记得要在这个圆环回转，走向这个台七甲线，这个才是往宜兰的方向。刚才在观景台上看到的风景，现在我们正前进其中。红红的桥，绿绿的山，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骑经了一段这样的山路之后，来到了这个社区叫做环山部落。在这个地方忍不住停下来欣赏一下哇，这个环山部落真的是群山环绕好像这种瑞士的风景只是那个房子可以再盖得美一点了再往前骑一阵子呢，就来到这个路口左转可以去武林农场。我真的很想去，但是今天又无缘了希望下次呢有机会真的花比较久的时间，好好的来参观一下武林农场。后面这一段路我觉得是非常的漂亮，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午的时间这个光线的关系总而言之呢，在这个群山之中，一条细细的路径，我就这样子来往前进，真的非常的浪漫经过这边看到呢，三山国家风景区，这个真的是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构想就是把梨山、八卦山，还有呢新竹的狮头山算成一个风景区。这3个山都在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要把它算在一起来管理呢？真是不是很懂好啦，还是要享受一下眼前的美景起大雾了来到了宜兰的大同乡，果然就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思源垭口的时候，这边很容易起雾，或许这边就是刚才我看到的那一块云海吧哇，传说中的思源垭口，我终于也来到了。刚好这个时候又有阳光从云雾里面照射下来，非常的浪漫。那大家知道这个垭口为什么要叫做思源吗？因为在这个亭子的后方有饮水思源4个大字主要是因为这个垭口呢，它是莱阳溪还有大甲溪2个水系的分水岭，所以可以说它的源头就在这边那所以来到这个垭口，我们要特别的饮水思源。来到了这个地方有一望无际的高丽菜田，哇，这样看下去还是蛮壮观的那边前面好像是兰阳溪的样子，虽然是一片菜园，拍起美照还是蛮漂亮的这路边2侧都有密密麻麻的水管，让我想到那个 Akira 这个以前的日本动画因为那个铁熊他的那个手好像就像这个水管一样，一直延伸到这个马路的尽头。不过其实这个呢，是为了要浇灌这些高丽菜田所牵的这个水管啦。他们真的牵得很长从台七甲的左下方一直牵到那个右上方，总共有4点多公里
再往前骑一点呢，才经过这个路牌，进入了南山部落。然后这边是他们比较热闹的街区。过了街区之后，还有高丽菜田哦，哇，忍不住还是停下来欣赏一下。虽然说两侧的高丽菜田非常的壮观哦，然后这个景色非常的辽阔，不过我跟大家讲，这边的菜味还是蛮重的。跨越到莱阳溪的东侧了哦，那这边的马路啊，一路延伸到宜兰县的员山乡，这一段路几乎都是大直线啊，这骑起来非常的畅快。然后那个时候是5月初嘛，竟然看到山上的这个桐花啊，都还在盛开着，哇，非常的壮观。这个大直线又骑了好一阵子呢，就来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路口啦。往前直走就是往太平山的方向，希望下一次也有机会骑上太平山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左转，要前往罗东的方向，今天晚上要住在罗东啦。台七甲继续往前骑一阵子呢，就来到了这个山岔路。这前面左边就是往北横的台七线，前面呢就是往宜兰的台七线。到这边 Google 是引导我走台七线了哦，不过我想说就走一个比较小、比较没有人走的路往罗东去好了。我就先上了泰雅大桥，哇，视野真的是非常辽阔。然后就来到了宜兰的三星，这边呢种的不是葱哦，那葱的田我不知道在哪里哈，但是我两侧都看到了非常多的稻田，哇，这也是非常的壮观。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刻呢，最后还能够看到这样的美景，赶快也帮我的爱车拍一下美照。就在这个小小的路上骑呀骑呀骑，我就来到了宜兰的罗东，今天晚上我住宿的地方啦，罗东小客栈。那后面透天厝的边间就是罗东小客栈了，那它的前面就有美丽的稻田，赶快下来拍照。罗东小客栈前面的停车空间是有遮雨棚的哦，所以如果是重机车队过来这边包栋也蛮适合的。好啦，终于完成了我这个武岭环半岛的心愿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不要忘记追踪我的 IG 或是脸书。我是国宝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안녕。